苏起研究美国报告后发现，两岸统一的窗口期已经明确，他到底发现了什么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少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拜登在国内接受媒体访问时4次强调美军将用武力来干涉台海事务。随后，他又在联合国发表演讲，声称坚持一个中国政策。之后，美国中情局再次评估了中国大陆可能发起的武统时间，那就是2027年。对此，台湾的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表示并不认可，认为大陆可能并没有统一时间表。但是他也承认，台海现状因为佩洛西的窜访事件而进入到了新常态，失去台海中线已成现实。虽然中国大陆一再强调仍然坚持和平统一，但是岛内的学者基于台海紧张的局势，更关切两岸何时会发生武统。台湾地区的国安会前秘书长苏起长期研究美国官方和智库的报告，他认为未来5年甚至10年将是大陆使用武力完成统一的机会之窗。那么苏起的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到了的？其实这就是苏起研究美国军队的实力之后的一个结果。因为美国想武力干涉台海事务，它的意愿是一直存在的，关键要取决于美军是不是有这个能力。外界日前更多的在讨论美国是否有保台的意愿，却很少探索美国的保台能力，而美国高层的表态可能仅仅就是空话。美国评估中国大陆有能力在两岸冲突的初期便压倒美国及盟友战力，从而造成既成事实。这个过程慢一点也就是1到2周，最快就是3天。而台湾一旦被大陆接收，美国就很难从军事和政治层面上进行翻盘。兰德公司在2015年率先提出美国力不足保台。从2019年起，美国政府、智库和学者的警讯是越来越频密，已经失去所谓的保台能力。苏起在引述美国的评估报告时指出，2000年台湾地区完全可以自保，到2008年解放军已经能够对台火力打击，并且完成局部封锁。从2019年开始，美国的印太战略报告就提到了美国的军力优势正在流失。当下，中国已经在西太平洋地区建立起了非常精密的直管资讯情监侦，也就是美军所提的 C4ISR， 而该系统呢，美军却没有。在发现及摧毁的高超音速导弹时代，美军武力干涉台海事务，它的能力几乎已经丧失。美军近年来所进行的兵棋推演也证实了这一结果。除非使用核武器，美军大概率在与解放军的常规作战中要吃败仗，而且造成的损失是美国政府根本无法承受的。现在有一部分人会说，大陆武统台湾成本会过高，所以才没有采取军事行动。这是一个误解。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员马斯特罗走访大陆后认为，中国大陆早就把美军的干涉计划在内了，只在乎解放军在美军干涉时是否能取胜，而且愿意承受一定的成本或代价。那么为什么说未来5到10年是中国大陆完成统一的窗口期呢？苏起认为，关键是美国的常规作战力量在这个阶段处于快速衰退期，而解放军的新制作战能力将会快速生成。军事实力的逆转将是最核心的因素。随着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，美军舰队将在未来几年内加速老化，而其空军的主战装备也进入大量的淘汰期。美军要想维持庞大的军队规模，就缺少足够的资金来更新现代化装备，再加上新型武器的采购成本过高，装备速度也比中国慢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中美军力的对比在未来5到10年内将会迎来一个新的转折点。当然，苏起仅仅是从
军事实力的角度来分析两岸统一的窗口期。其实，从更高的层面来看，这个窗口期是否符合中华民族崛起的最大利益？当中国国力超越美国，军力也超越美军之时，天天都是窗口期，台独分子也将从此惶惶不可终日，而这一天离我们不会太远了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